跟白菜价没什么两样。给我降到33，我陈二狗的面子应该值2块钱吧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大哥，这小子太嚣张了，我带人修理他一番。打打杀杀有个屁用啊！全国最大的电子手表货源都在他手里，真把他逼急了。咱们也没什么利益，半年后再看吧。荣宝斋的宝贝又满了，哟呵，又可以去买了。我就怕你这院子太小，装不下。放心，我的宅子多的是。什刹海那家的宅子我也买下来了，正在装修，那边地方大，4进的宅子够了吧？那家的宅子在你手里了，我听说那家有个地下宝库，如果能找到，放多少宝贝都没问题。佟大卫和我说过，不过我不敢让工人去找。如果您老有兴趣，等装修完，咱爷俩去寻宝。不能等宅子装修完，现在就去，趁着宅子里混乱着，咱们动点手脚，别人也发现不了。那爷，您在这里。从房子开始装修我就在，就是你小子买了我家宅子吧？你小子的心真大，宅子翻修你愣是不露面。我有啥不放心的？就不怕装修的人发现宝库给你拿走了？放心，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要回宝贝，我儿子把宅子卖给你了，买卖已成，契约生效。我只是想看看祖宗留下来的宝贝。再说了，我儿子一家子出国了，成了洋鬼子，宝贝我也不会留给他。那爷，您圣明。你个老小子，好几年不见，越活越精神了。其实宅子里闹鬼的传言还是我放出去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自从我传出闹鬼的传言后，宅子里真的会发出那种呜呜呜的响声，尤其是3进院，我估计可能和宝库的通风口有关，一般都是在春秋冬3季发出这种声音，夏天反而很少。去年夏天我来的时候，中间的草明显比两边的矮很多。佟大卫和我说闹鬼和宝库的传言后，我就猜测宝库应该就在脚底下。那爷，入口在哪？在假山那块。走下去瞅瞅。这下面这么大，至少有200平方啊！那爷，没几个好玩意啊。好玩意都卖完了，民国的时候日子艰难，只能倒卖点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。剩下的这些玩意不值钱，不过放你那些宝贝是足够了。行，明天就开始移过来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想死我了，老弟！港股疯了，涨得很厉害，每天10%的上涨。华为的资产已经达到2个多亿的规模，我心里有点发虚。还有人在大规模收购股票吗？有，最近到公司来收购股票的人很多，好像都有外资背景。咱们拿稳筹码就行。还有一个利好，港岛那边准备联合4家股票交易所，组成一家新的港岛证券交易所。小道消息说，估计也是年底完成，双重利好。这次我们华为的资产要大爆炸了，震惊所有人的眼球。深成那边怎么样了？进度比预计的要快，可能11月份就能是生产。深成那边的施工队和疯了一样，白加黑的干活。工人呢？第一批中专毕业生已经提前进厂培训了，咱们又聘请了几个退休的老厂长，管理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还是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，等这帮人干不动了，不能出现脱节的现象。只要是大学生能进咱们华为，不要吝啬那点可怜的工资。将来什么最贵？是人才，人才是无价的。等电子手表投产后，收音机和录音机继续跟上。2位老板，你们也来了。李总，今天的报纸上面发布了关于停薪留职的事情。停薪留职，看来国内的下海大潮来了。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人会加入我们华为。徐理，做好招人的工作。招人的工资怎么定？这个我已经想好了。关于人员薪酬的事情，没有领导职务的人员实行10级薪酬体系，从 P1 到 P10。P1 是毫无工作经验的人员工资 ，P10是燕京华为最高级别的工资，和你的待遇一样。最初级的 P1 员工工资定为150块钱，如果没有建树，但工作勤勤恳恳，每3年调整一次级别，最高不超过 P5。有能力的可以经过评审后向上调级。具体各个级别的工资拿多少钱，如何评定和晋升，你去完善一下。我的意见，像是李文科教授这样的，至少定为 P6。如果有院士过来，定为 P8。还挺详细的。华为电子也按照这个薪酬来吗？以后华为系的都可以按照这个来。茂哥出事了，陈二狗和一帮人火拼，拿着大砍刀在长安街上乱砍。确定是陈二狗的人？肯定是陈二狗，我一个哥们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。今天陈二狗也没安排人来拿手表。这个陈二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为了什么事情火拼？他要是被抓进去，口无遮拦，对我们不利啊！我去给区委的人打个电话问问什么情况。事情问清楚了，陈二狗几乎垄断了整个燕京的电子手表进货渠道。虽然分润给了其他几个老大一点，但谁会把千把块钱放到眼里？他们需要是源源不断的财富，而不是陈二狗的施舍。几个老大联合起来向陈二狗施压，希望有钱大家一起赚，让陈二狗把进货渠道公开。但陈二狗没有同意。随后陈二狗的人在其他地盘上频频被抢。小混混的处理方式和正常人不一样，约架谁赢了听谁的。这件事情影响非常恶劣，市里已经成立工作组专门侦破案件。老板，这件事情我已经说明，或是港岛华为提供的，跟您没有关系，不会有投机倒把的罪名。行，给陈二狗挖下的坑他终究还是跳了下去，这次恐怕他是凶多吉少了。大爷，看报纸了吗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，可以成立私营企业了。不只是看了，今天下午镇上把我们这些支书都喊了过去，专门学习了文件。那镇上是什么意思？你和高官说了咱们村里成立私营企业的事情了吗？咋没说？俺跟他说俺们全体村民已经开过会同意了，但镇高官说要等一等，看看别人是怎么办的，咱们再跟着办。等什么？有政策了，为什么要等？咱们就要做全国第1家私营企业，只要咱们抢到第1家私营企业的名头，全国都会知道咱们公司，全国的报纸都会替我们宣传，甚至都可能上电视呢，怎么能等呢？俺知道啊，俺一直记着你的话，可镇上不听俺也没办法，你赶紧给俺出个主意啊！
明天你去杨可海那一趟，把申请书交给杨可海，只要市里和县里同意，镇上也拦不住。行，听你的，俺明天一早进城。现在村里账面上趴着的几十万，趁着镇上没反应过来，先分一波红。只要分了镇上，想要回去是不可能的，毕竟村集体的利润，村民是可以分红的，这样大家也有钱入股了。好，明天我就安排分红。对了，你说咱们的公司名字叫什么好？叫华夏光明实业公司吧。这名字不错，听着就感觉挺厉害。大爷，替我跟我爹娘问好，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，让他们别担心。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，咱们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。行，大爷记住了。老板，陈二狗的事情处理完毕了，陈二狗等几个人被逮捕，凡是参与火拼的人都被抓起来了。公安找到我们询问情况，通过区委交涉后已经没事了。这次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出来，估计危险了，性质太恶劣了，要被当反面教材开刀了。大爷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我看报纸上已经刊登别的企业出来了，好好的全国第一私营企业，为什么成了别人的？咱们准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，到底卡在哪？我也不知道卡在哪，咱杨高官让我等，还不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这事。啥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给杨可海打电话。就知道你小子得给我打电话。先听我说完，你们不是准备的最早的。连海市有一个照相的个体户叫江达，他从82年就开始向上面申请成立私营企业了。刚开始江达没有工作，就自己买了部相机，开始了给人家照相的个体工商户生涯，赚钱倒是不少，但不受人待见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江达认识了港岛一个商人，商人非常敬佩江达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提出和江达联合成立一家照相公司。因为江达是个体工商户，没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个人又不得和外商成立合资企业，因此江达从82年开始就向上面申请成立私营企业。今年8月底，我被邀请到燕京参加了政策讨论会。参加会议的人员非常广泛，凡是涉及到的部委全部参加了。最后因为没有政策支持而放弃，尤其在牵扯到雇佣工人数量上，遭到了多个部委的反对。这1个月政策突然改变，上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，同意成立私营公司，所以江达是第一个。这个江达是个人物，真想和他结交一下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是令人敬佩的，第一私营企业的名头给他是实至名归。知道不能小觑天下人了吧？你只敢偷偷摸摸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开始付诸行动。那我们村的事情怎么说？有了江达的事情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杨叔，你说俺们村成立公司也要燕京的部委审批吗？应该是。据我所知，这次申请成立的有好几个公司，深海一家叫什么万科的，还有一个叫德利西的，都提交了申请，这几天会提交到部委审批。你们几家公司很可能会一个文件下来，等着吧。这下村里的发展之日可待了。茂哥，陈二狗被判死刑，判得这么重？去年才严打，今年就发生动刀子事件，还是在长安街上，上面非常重视，就从重从快处理了。不只是陈二狗，其他几个扛把子也有判了死刑的，还有不少人是无期徒刑，最轻的都是20年。陈二狗是罪有应得。小帽子，我们该走了，要回去工作了。童哥，华为电子要尽快投产，等投产后，我个人放弃电子手表市场。我和温泉那边的协议是5年时间，5年时间后，咱们彻底放弃电子手表市场。陈哥，11月初你去矮子国，按照之前的方案开始杀进股市，以后你会在矮子国坐镇，时间可能有点长，我有时间会过去看看。李茂，半导体这边有点麻烦。咋了？计算芯片的设计倒是没问题，但是纯手工绘制太慢了，需要采购一些国外的设计软件，电路印刷软件要提前考虑，生产厂也可以提前建立起来，一些简单的单片机类的应该很快就能设计完成。咱们华为半导体可以先从简单的芯片开始，逐步向更高端的芯片深入。国家花大力气从国外引进的3英寸晶圆生产线，花费了上亿资金，并且投产的时候已经在国际上不占优势。如果让华为自己建造一个，耗费的资金量太大，有限的资金还是要保障在研发上。建造芯片制造厂的钱我们还没有，能不能先找代工的企业？应该可以，先把这几款软件解决了再说吧，全是矮子国和漂亮国的软件。行，我让港岛华为采购。大爷，这次来是不是为了公司的事？没错，材料已经报上去了，村里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大家的集资款也已经准备好了。成立公司后，集资款会立刻划拨到账上。一共筹集了多少钱？筹集了50万，咱村一共200多户人家，平均一户2500块左右，家家户户几乎是把分红的一大半投入进去了。对了，你们全家6口人，一人分了800多块钱呢。大家留着钱干什么？怎么没有全部入股呢？能干什么？那当然是盖房子啊！你家的房子修得板板正正的，大家伙看了眼红得很呢。大爷，村里最好重新规划一下住宅，现在太乱了，胡同也太窄了些。以后要是家家户户有了小汽车，都开不进家里去。咱村的自行车还不到1家1辆的程度，你就想家家户户有小汽车了？以前家家户户1年收入几千块，您想过吗？以前大家别说见了，想都没想过，但现在咱们做到了。要是以后家家户户有小汽车，难不成把房子都扒了重盖？您回去让大家先别盖房子，放寒假的时候让杨小翠去我们村帮我们设计，等开春了，大家就能盖房子了。行，等回去后我们就一起商量一下。小帽子，这宅子是你买的吗？是呢，去年买的。不小，真不小，比你村里的宅子都大气。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你爹娘知道不？还没告诉他们呢，我还想着等过完年，趁着农忙前让我爹娘过来住几天呢。你小子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和你爹娘商量一下。不过你爹娘现在一天也不少挣钱，卖猪肉加卤味，打底一天30-40块。那挺好，走大爷，中午下馆子去。
咱们的华为电子投产了，效果非常好，现在每天的手表产量5000多块，等工人们熟练后能达到1万块，还不错。等电子手表稳定后，你开始试着生产一下计算器、收音机和录音机。华为半导体这边已经有了成熟的设计。对了，按你的计划，股票开始抛了，但抛的速度没有按照你的计划来，现在还有30%左右的仓位，主要是在汇丰的股票，赶紧抛了，尽量不要在二级市场上抛，把所有的盈利全部买入日元，给陈家豪汇过去。好吧，那我安排人都抛出去，预计能有6个亿左右的收益，全部买入日元吗？留下100万美元，我有用，剩下的全部交给陈家豪。老板，这个小子有点想法，跟我说了后，我觉得可行，就带过来让你把把关。李老板您好，我叫黄俊烈，以前我跟着我堂兄在北方卖过电子表，今年投奔王老板，我有点想法跟老板汇报一下。你好，小黄，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，只要是有道理的，我会坚决支持。朱市口一家叫国美的商店正在往外盘。国美，你是粤海人？是的，我是粤海潮汕人。以前你姓曾吧？李老板是如何得知的？我曾经姓曾的事情，王铁老板都不知道。王哥，去把那间门店盘下来，交给黄俊烈，成立燕京国美电器销售有限公司，燕京华为全资控股。谢谢李老板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货源你自己去找，我只提供资金。谢谢李老板。童哥，收音机和录音机市场表现的如何？录音机在港岛试水销售1个月，从反馈的情况来看，效果非常好。收音机不用说了，在国内根本供不应求。童哥，收音机、录音机只是过渡性产品，咱们的目标不是家用电器，而是通信行业。下一个目标是程控电话机。李文科教授他们正在研发，我希望华为电子那边能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，如果缺人就去找，或者从全国那些退休的教授中返聘一部分，不要舍不得花钱，尤其是在研发上更要舍得投钱。放心吧，研发人员已经开始招聘了，不少高校的老师下海了，估计明年中旬就会成立通信研发中心。有人已经提议开始搞程控交换机了，我和几个高层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有搞头。如果有芯片方面的需求，可以让华为半导体负责研发，这2家公司一起发力，研发速度会更快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只拿到了几个专利的授权，百子国那边的几家公司对于出售专利的事情没有明确拒绝，只说考虑考虑。他们是有什么担心吗？你没和他们分析一下，漂亮国早晚会对他们的芯片产业下手。说了，但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消息渠道。我提出来的时候，日立、东芝和索尼的高层没有显得很吃惊，我甚至答应对方，如果对方把专利卖给我们，我们可以进行免费反授权。既然他们还抱有幻想，那先就拿到他们的授权，最基础的专利授权即可，剩下的我们自己研发，总能绕过一些专利壁垒。授权问题不大，就是和你商量一下授权的事情。一是对方的要价太高，百子国的所有一次性永久授权费用加起来超过了200万美元，我做不了主。另一个是对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专利清单，如果还有我们想要的，可以一次性授权完毕。李教授，你看下这份清单。如果能拿到这些授权，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帮助。但很多专利的保护期只剩下不到10年时间，10几个专利，人家就要200万美元，这上百个不知道要多少钱。这样吧，我划分一下先后级，打上标记的必须拿到，剩下的可以慢慢来。行，徐理你去办吧。授权主体是华为半导体，钱从港岛华为那边出吧，尽量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，先期支付100万美元，剩下的最好是5年以后再还，价格上可以适当提高点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时间，用金钱换时间，不亏。专利壁垒是一方面，还有技术壁垒也要考虑到哈。咱们设计出来，但制造不出来，那可亏大发了。咱们的单片机芯片有一款已经流片成功，还有一款正在流片。目前我们的单片机芯片已经拿到了一些高校的订单，是不是开始批量生产？芯片主要用在哪方面的？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冰箱上面都能用到，但和现在国外的主流产品质量方面差别很大，主要是制造工艺不过关，性能倒是没问题，在能耗方面差得太多了。咱们的优势是什么？价格便宜吗？同样功能的芯片，百子国的售价是1.5美元左右，咱们的成本是1美元左右。如果我们按照1.2美元的出货价，有没有竞争力？原材料加代工费用0.8美元，商品税、流转税和杂费是0.2美元，再加上销售费用1.2美元，几乎没有利润的。我们国家出了一项新政策，关于出口退税的相关政策，明年元月1号开始实施。咱们属于高科技产品，退税额度是11.2%，等大规模生产后，成本还会降低一些，至少能保证15%左右的利润率，能不能行？能行，咱们自己创，聊外汇还可以和国家商量一下，自行采购晶圆又会降低一部分成本，绝对能行。这件事交给我吧，这块我熟。你这咋一个家电都没有？没货啊，老板，咱们现在还没法子和那些大的百货大楼竞争，所以在和电器厂谈判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，即便是以市场定价来拿货都拿不到，因为电器厂要优先满足国家的计划任务，剩下的产能才会供应市场定价产品。本来绿岛电器厂那边能供应一些冰箱和洗衣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忽然不发货了，我准备亲自去看看。其他的呢？收音机、录音机也没货，华为电子那边不是已经开始生产收音机了吗？那边确实在生产，但产量不足，当地各种打招呼取货的事情时有发生，童老板会优先保证打招呼的人拿到货，毕竟要拉拢当地关系。华为电子虽然和国美电器属于兄弟俩，但现在也只能委屈自己人。进口的也没有，没有，一到货根本就不用摆到货架上，已经支付了20块钱定金的顾客都满足不了，我们都不敢接新的订单。你们还搞定金了？是的，顾客可以用预交定金的方式，只要缴纳20块钱，等电器来了，国美会安排人给送到家。不愧是大佬，思想就是前卫，现在就开始做后事那一套了。
李茂，魔都电子厂想要我们单片机的图纸，他们的厂长已经找了我好几次了。要我们的图纸什么意思？他们想自己生产自己销售。行啊，给专利授权费就行，你老可以自己做主。他们没提费用的问题。啥玩意？意思是不给钱，还让咱们提供图纸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的。哪凉快哪待着去，我们投入几百万研发出来的东西，他们来分一杯羹，他们还要脸吗？不给，实在想要把咱们所有的研发费用支付了再说，咱们又不是国营单位，想免费得到研发成果，太不要脸了。您要是不好交代，都推到徐理身上，这帮人吃白食吃惯了，不能惯着他们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如果还有打招呼的，可以用专利换技术，让他们提供一些他们的技术资料，你们评估后如果有价值，或者说可以在国外申请专利的，都可以交换，甚至我们贴点钱都可以。老大回来了，小翠也来了。听说咱村好多人要建房子，我让小翠来我们村看看，给规划规划。她要在家里住2天，娘你给她收拾个房间。好嘞。全村一共有205户人家，但考虑到将来有分家的，到时候